你们谈恋爱不想做爱的吗？不想。你谈恋爱不想做爱？你可以现在。谈了多久？是网恋。儿子那个赔钱货，你出轨了，被我发现，然后就会在地铁上哭啊。你年纪比我小，比我成熟一点。那我们在一起。人了，我是 Ducky， 让我们欢迎本期嘉宾。我的老朋友烂猫。哎，我是老朋友烂猫。两句重复的话，这样子。让我们欢迎老朋友烂猫。三点都晒的呀，因为我最先看脸吧。然后今天还有一个新朋友。欢迎。夏天是一个非常适合谈论情感的季节，在夏天会有一种盛夏的青涩。夏天下完雨之后，大家会很懵懂进行恋爱的探索。夏天晚上我们会在星空下面看星星。今天我们要谈的主题就是爱情。我准备了很多是很尖锐的话题，你的对象就在相机后面，在后台。你也要回答。毋庸置疑，你真的单身？真的单身。你觉得除了外表，什么东西是你在谈恋爱的时候觉得最吸引别人的东西？比较老实，看着比较老实。这看上去老实吗？我其实，在小红书上，如果看到阿泽这张照片，你会觉得谈了很多恋爱。没办法，平台封颜值博主，大家都这么认为。有人说过我是一个比较适合生活的一个人，比较随和。而且他说什么都可以这样子。对啊，如果他万一主见，对，就是万一他提出一个你不接受的，比如说我想出轨，我也想出轨，谁会同意这样子？你跟你之前的前任在一起的时候，你是主动付出那一方，还是比较被动的这种？他60%，我40%。就他会比较主动一点。对，就是我可能会比较慢热，一开始不付出，后面就会开始倒贴这样子。你好。就是我觉得你喜欢的人肯定会想付出很多，因为你想让他变得更好、更开心。当然啊，那如果这么说的话，那我跟张烂猫是一样的。那我们在一起。这是在干？你上一段恋爱是怎么谈了多久？上段是网恋。网恋谈了多久？挺久的，有3年。3年的网恋，见了几次面？一个手吧。3年见了5次面。对，应该不可能没有。是谁先提的？谁先提的？已经完全忘记了这件事情。因为这你几岁上学的时候是17年。哦，我还刚上大学。网上聊天认识，什么途径啊？微博，然后他来找你私聊你。对啊，因为我当时也是个颜值博，那时候就已经是个颜值博主了。没有啊，随便吗？随便聊聊天啊，聊的感觉还不错。哇，你们有没有正式就是说我要跟你在一起的那一天，在 QQ 上打字？有什么吸引你呢？应该是他的性格。首先，他年纪比我大，是一个照顾人。所以你喜欢叔叔类型的？我只是喜欢成熟类型。你如果年纪比我小，比我成熟。在你大一的时候，你比较喜欢成熟。现在也是。你现在的对象成熟吗？在学方面是蛮对，年龄上还是蛮成熟。我没有说，有些人在公报。这个一个原配就在后面，差不多35岁的原配。我觉得这像是提供自己缺少的一些东西。我以前缺少陪伴，我现在缺少情绪，缺少活力，就是2个人可以互补。我要问一下张烂猫，认真的有几段，不认真的有几段？有第一段是不太像是谈恋爱，第2段是真正的，就跟他那个网恋是一样，懵懵懂懂。第一段我只在一起1个月，我就被甩了。 6个月以下都不是1个月，那我就只有1段啊。你谈网恋为什么会好玩啊？我是没有办法理解网恋的好玩的地方。网恋给的是一个陪伴，一方面它不会影响你自己的一个生活节奏，另一方面你又有一个情感寄托。你们谈恋爱不想做爱的吗？不想。你谈恋爱不想做爱？可以现在这句话要放到就是片头，哇！就是我觉得谈恋爱就是要2个人亲密啊，荷尔蒙的那种感觉啊。我适合的阶段是不想做爱吧。你觉得你在恋爱当中有没有做过什么很倒贴、很后悔的事情？有啊，有啊，他之前跟我讲了故事。对啊，我儿子那个赔钱货。
其实吧，我觉得我付出不一定说要索求回报什么，纯正的倒贴啊，纯正的倒贴，就是我是一个控制欲很低的一个人。就是我喜欢的人，那我觉得他想做什么，我无所谓，他想干嘛就干嘛，我只要在他旁边待着就好。做出伤害我的事，我就自己一个人待着，我不会去想这件事，把它淡忘就好。就是我也不会说干嘛，就你一定要给我一个答复，或者是就是会自己消化所有对方的情绪。对，之前吧，几年前有一个很喜欢的人，但是一开始对我是会比较喜欢，我是一个比较慢热的人，我会慢慢越来越喜欢，但是他不喜欢我，我可能说就给自己几个月的时间说啊，那我们尝试一下。他知道你给自己几个月的时间吗？他知道啊，然后他说 OK， 那可以尝试一下，然后就给了自己2个月的时间，暧昧的感觉吧。有一个假期他来找我玩，然后我带他玩了几天之后，就是我要把他送走，在高铁站把他送走之后，就因为这个时间也是已经到了最后期限了，然后就他其实还是告诉你我不喜欢你，对，然后就会在地铁上哭啊，然后就是我是在戴着口罩默默流泪，但是有人在跟我对视，我就是不敢看他，我就好可怜，真的很非常非常的赔钱。阿泽那有过类似的经历吗？我不倒贴，倒贴，你是不会倒贴那种人，不会。但万一你就是爱上了一个不喜欢人，但是你有特别喜欢他的人怎么办？不跟他聊就好了。那你不会难受吗？不会啊，我很自信。我喜欢的，他不喜欢我，不跟他在一起就好。而你那个赔钱货。可是这种感觉没有办法控制啊。那假如说你在一段感情里面遇见了另一个饭局或者酒局上面你一见钟情的人，然后他就给你那种你现在缺的能量，对，你会怎么样？或者说我有对象，已经对他心动了的感觉是，你看见他就是你能克制自己的心动吗？不会啊，我有对象就是有对象，他可能很帅，看一下看2眼就结束了。你们会和没有办法在一起的人做朋友吗？我其实一开始谈恋爱的时候，就是觉得如果这个人最后会分手，我就还不如干脆做朋友就好了。他是个很能克制的人，他对自己的心动和情绪非常有掌控力。分手之后看对方吧。啊，你是可以做朋友那种吗？对，我觉得完全做不了朋友。那是因为他不愿意。马会说的。大三第4封是啊，这样。不对啊，就是你要说一下你的赔钱经历。对，你也说一下。之前一直觉得分手就可以做朋友的，直到人家不愿意。他说你别来，你好吵。分手第2天，我就跟他说：“我说那我们做朋友吧。”那这件事情不是我真的想做朋友，不是不爱他了，是我非常非常爱他，我只是在寻找另外一个身份陪在他的身边，就是不想跟他切割关系，所以我才尝试做朋友。但是我后来发现，因为你们俩已经很亲密过了，什么过啊、睡啊，就是都干过了。过了一段时间，我就跟他说啊，我想要抱抱，想要亲亲，想跟他上床啥的。这已经是朋友的越界了。对，超出对啊，没有人会跟朋友说我。对啊，我是觉得分手之后跟自己不可以在一起的人是没有办法做朋友的。那你觉得单身好还是谈恋爱好？各有各的好，各有。我跟你讲，阿泽就是非常适合艺人，他没有任何一句话是因为这个本身就不是。那你觉得谈恋爱有什么不好？肯定有很多东西，你想一个人去做的时候，就是太会有意见不合，比如说像走路的骑车。这种问题其实是会有引发很大的矛盾。我跟大家讲过一个故事嘛，就是之前我们买了一块猪肉，决定这块肉到底是要做甜的红烧肉还是做咸的红烧肉。为此这件事情我们吵了1个下午。好无聊的吵架。但是这件事情真的就是那你不会选择妥协吗？是我一开始会绝对把脸就撑在这，我说今天你这个红烧要做成咸的，分手，没有什么好谈的。那你就很自私。对，我其实应该是很自私人，但是我发现我是看到那个人如果因为我做这件事情受伤，我就会非常非常难受。然后我就告诉他我不会再这么做。那下次呢？然后本性不改，下次还改下次对，我觉得他是这样的人，那难怪人家不理我。我就是很自私的人士。看当时的心情。也不能说看当时的心情。好官方的回答。比如说就打走路和骑车，我可以忍受一下，反正都能回到家。如果这件事我实在是非常的不愿意，就例如跟我们出来玩，那我就会说你可以去玩，我就待在家里，无所谓，你可以玩你的，只要你开心就好。这样我也不会影响到我的情绪。一个情绪非常非常稳定的人。对，问一下他吧。他情绪稳定吗？挺稳定的，就是没有情绪，你也感受不到一丝。没有情绪的稳定。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分情况来说吧。你也分情况。我当时分
还是心情？就是怎么说呢？可能我看着是没有情绪，但是可能回到家，家暴，不是家暴，外面给对方留脸面，回来是你干嘛？可能回到家我会有一些自己的，好想怎么样啊，完了亲密一下，或者说好想亲密一下，亲密一下不是指那个，就是可能是抱一下啊，亲一下啊，这样其实生活还蛮温馨的。待在一起啊，是，这是甜蜜的恋爱。你们有没有对人突然下头过？他在骗我，被我发现的时候，就是很下头。知道他骗你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他是不是很多其他事情是在对，就是你但凡就是对方骗你被你发现，那信任就崩塌了。那我想问一下，如果你发现了，你能忍受，你去问他是人会默默消化自己产生的，我不说，他，你会接受这个事情？看什么一个程度吧。假如说你们开始模仿他的一个艺术，他也是学到艺人的时候画模板啦。假如说对方出去玩，但是他告诉我他在睡觉，他可能怕我不开心，他出去玩，假如说去酒吧，那被我发现 OK， 那其实这也不是什么大事，那你跟我承认一下错误，那我可以原谅你。这个是 OK。那假如说你说你出轨了，被我发现，那你去死。这是有另一种可能，喜欢上别人了，那你跟我坦诚说，那我跟喜欢上别人，我不喜欢你，我们分手吧。我觉得我也可以接受。你很喜欢那个人，你也会这样。他很喜欢你，一定就是会接受你出轨。那我们做朋友吧，就是他就是会学习我这样。等着你。有踩到你雷点，就是你不说还是你会说？可能会在回家私下就我们两个人的时候说，回家的时候你就说，宝宝，我今天发现你出轨。你说的是这样的话吗？就其实这种话语是蛮尖锐的哦。对，我觉得这个是蛮尖锐的，就你这很难说出。我只有在对方诋毁我的时候会拿这个事来说。对伤口深处戳。对，就是你当时心情很平静，发现了这件事情，对，你不会难过吗？你不会把这种情绪带走。可能会有些小小的波动。就是你出轨了，你还小小的波动。就是如果怎么说呢，能原谅，就是怎么说呢？如果感情好能原谅的话，你是能原谅出轨这件事情，也能原谅一次。就如果这件事你们就是和平分手的话，你这件事永远藏在心里。我不会去败坏前任的名声。很低调的处理那你也是这样的事情。蛮好的啦。你否则应该要用你补上文章。祝你们俩就是那个不要分手。对，好的。哇，就是我相信会有对的人存在，而且你跟对的人在一起，你爱情其实不需要刻意经营，会很开心啊。谈恋爱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其实我认为，在工作之后，在业余就是休息的时光，跟大家谈论一些情感的故事，还是比较不错的。因为上班的时候一直在很累很辛苦，调动一些情绪上的这些还是蛮不错的。对，尤其是像同学，大家可以这样的平台，给大家两位发光的机会。让我们一起关注同学家庭吧。关注橄榄猫，拜拜，你要说拜拜，让我们下节视频再见，拜拜。不用，你好吵。你不要吵自己。怕那个蜡烛片。录进去了。是颜值博主，就是有在刻意塑造自己的形象这样子。我跟你讲，之前的不是阿泽，是阿泽的就是名声 reputation。就跟我一样，我是大名声臭了。自从拍了你的视频，这个名声太臭了。他也被骂，我也被骂。对我又不被骂。上过你视频的都被骂。把钱给我省一下，有些词如果我不满意不准发。我也要省下。你就没有说出几个就是值得犯错的话，你知道吗？有些艺人不愿意透露东西，你不准点。然后我到时候给你审核好吗？初看一下，做完给你审核。严了，我是 Ducky。好了。はにかんでは済ましてみした